最近我发现很多人在讨论火箭产业，大家都很好奇呀，这东西到底赚不赚钱呀？是不是靠国家补贴啊？是不是只是在烧钱讲故事忽悠资本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火箭产业是怎么赚钱的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就得拿马斯克的 SpaceX 举例子了。咱们先看看他的企业到底是怎么赚钱的，因为美国的这个案例啊，是目前唯一被验证已经跑通了的模式。首先呢，火箭发射本身赚不赚大钱呢？结论是能赚钱，但是呢，单靠火箭发射呀，不是一个暴利的生意。但是它毕竟啊有现金流，无论是给 NASA、给军方还是给商业客户发射，都有钱给啊。那这部分本质呢，更像是重资产工业服务加上稳定的一个现金流，它的作用只有一个，就是让公司活下来，让产线不停。那 SpaceX 真正赚钱的是什么呀？是网络 Starlink。火箭呢是工具，卫星呢是资产，网络才是长期收费的能力。Starlink 的本质啊，就是一张全球范围内可以持续收费的通信网络。那这张网络呢，既可以服务军方，也可以服务政府、企业，甚至是个人的订阅用户。这才是 SpaceX 估值来源的核心。有人会问了，那国家会不会给钱补贴到它呀？这其实呢是很多人误解最深的地方啊。SpaceX 拿到的钱不是养企业的那种补贴，而是购买能力的订单。补贴的逻辑呢，就是你干不干成活都给钱，而订单的逻辑呢，是你得有交付能力，我才愿意付费买单。这在商业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儿。接下来咱们看中国的民营火箭公司是怎么赚钱的。其实呢，中国大多数的民营火箭公司啊，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赚钱的阶段，而是处于一个活下来先的阶段。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得钱的路径。第一条呢，就是国家作为最大客户的直接购买运力。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呢，卫星规划很多，但是火箭的运力严重不足。因此，最现实的一条路啊，就是国家和央企负责发卫星，民营公司呢补充运力。这种呢也不算是补贴，而是国家作为甲方来直接采购服务。第二条路呢就是 B 端商业卫星服务，而不是 C 端订阅。中国短期内啊都不太可能复制 Starlink 那种面向全球个人订阅的模式，这和中国的通信体系安全结构和商业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中国民营的火箭公司更现实的方向就是服务那些商业遥感啊、行业通信呐、和工业政务卫星，本质上呢就是 B 端的生意，而不太可能是 C 端的印钞机了。第三条路呢，就是被并购和整合，被体系吸收。因为在中国呀，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需要活成巨头，有些公司的终点呢，其实本身就是成为体系的一部分。技术被吸收，团队被整合，能力被留下，这在大型的工程体系当中很正常。很多人还会有一个问题，说火箭这种东西不是早就有了吗？为什么偏偏是最近这几年资本、政策和产业一起发力了呢？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，而且非常的现实，不是咱们突然想发卫星了，而是轨道的坑位快要被抢光了，特别是好的坑位。国际的规则呢是你申请可以给你额度，先占先得。你像马斯克的这个 Starlink 已经部署了1.5万颗卫星了，把天空中的好位置啊占了不少。如果我们不加速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呢，未来太空的好位置可能真的要被它先占光了。这不仅是钱的事情了，而是更关乎国家的安全。卫星申请轨道坑位，拿到坑位之后，有效期内如果发射不上去，坑位会自动作废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结构性矛盾：一边是各国各家公司卫星计划都在快速的扩张，而另外一边呢是火箭运力明显跟不上，就好像仓库已经爆仓了，但是卡车严重不够用。那在这里呢，我还要帮大家把一个概念分清楚。很多人把火箭产业和商业航天当成同一个东西来讲，实际上呢，它们不是一回事儿。火箭产业和商业航天不是一回事儿。火箭产业解决的是能不能把东西送上天，而商业航天讨论的是把卫星送上天以后怎么持续的赚钱。
咱们先来说清楚什么是火箭产业。火箭产业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运力，因为它关注的是能不能稳定的发射，成本能不能降下来，能不能重复的使用，能不能形成规模化的能力。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重资产、高门槛、强工程属性的基础能力产业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港口、高铁、电网这样的东西。它本身呢不一定是暴利的，但是没有它，那后面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没有办法成立。那么什么是商业航天呢？商业航天关心的不是飞不飞了，而是赚不赚钱。既然关注的是赚钱的方式，那它包括的范围就更广了，比如说卫星通信呐、卫星互联网啊、商业遥感啦、导航增强啊、太空数据服务啊、未来的太空制造啊、太空能源，也包括大家经常听到的太空旅游、商业空间、在轨服务等等。所以我们可以把商业航天理解为呢，围绕着太空展开的一整套商业应用的生态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商业航天关注的是应用层。那么对应的火箭产业呢，它关注的是能力层。2025年呢，商业航天的市场规模大概是2.8万亿元。根据麦肯锡的预测，预计到2035年，这个数字会达到1.8万亿美元，大概是13万亿人民币。这个市场规模可以说非常大。那也就是说，这块产业的蛋糕很大。之所以今天很多人会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，是因为当前的阶段，同一家公司往往是这两件事儿都在做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。你看它在火箭层面它可以搞火箭的发射、回收提升运力；在商业航天层面呢，它搞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。这就给大家造成了一个错觉，好像火箭就等于商业航天，但是其实呢不是，火箭呢它只是商业航天里面的底层工具。SpaceX 它就是一边做火箭把运力的成本给压下来，另外一边呢用这些火箭去支撑它 Starlink 这样一个商业的网络。我们把这个区别放到中国，那就更清楚了。在中国火箭产业当前最紧迫、最基础的短板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运力不够，这是现实问题。而商业航天呢，目前也更多的集中在 B 端的应用、行业服务、国家需求上面。说到这儿，很多人可能会问了，咱们国家队搞航天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商业航天呢？商业航天本质上实际上是把航天从搞科研变成搞工业。传统航天追求极致的成功率，不计成本。换个角度想呢，因为每一次发射的成本都很大，商业航天则必须通过可回收火箭和像造汽车一样批量的造卫星，实现成本的大规模降低。目标呢是把成本降低到原来的1/3甚至更低，因为只有成本压下来，大规模的开发太空才具备经济可行性。大白话说，现在讨论火箭产业，咱们已经不是在讨论要不要上太空了，而是在讨论未来谁有资格在太空做生意，现在要把坑位占好。也就是说呢，火箭产业讨论的是能不能飞，商业航天更关心的就是怎么变现。所以呢，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，中国现在最先被推动的不是太空旅游而是先把这个火箭能力补齐。地基没打好的话，楼盖得越高，风险越大。实际上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，资本和政策都会先集中砸火箭，因为它是一切商业航天想象的前提。那火箭产业真正的拐点在哪里呢？很多人认为火箭产业的技术突破在于火箭飞得高、飞得远，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拐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火箭从一次性的工程变成可以重复使用的工业品。如果我们把火箭简单的拆解，可以分为1级火箭和2级火箭。1级火箭呢，负责把东西送上天；2级火箭呢，负责把卫星送入轨道。那关键就在于这个1级火箭占了火箭总成本中的绝大部分。在过去的模式当中，1级火箭用完就扔，每发射一次就要再重新造一次，所以呢，成本极贵，它的成本结构极其不可持续。而现在呢，行业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飞了，而是能不能像飞机一样飞完回来检查再飞。一旦能做到这一点
火箭它就不再是科研项目了，而是可以规模化、可以复制，也可以计算现金流的能力服务了。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啊，就是现在很多新闻说火箭发射了、炸了，那为什么这件事儿并不是很可怕的？因为在工程体系里呢，失败本身就是获取数据的一部分。真正可怕的不是失败，而是不敢失败，因为失败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，或者失败之后没有能力复盘。对于火箭，它要作为一个产业来说呢，能不能持续的试错、持续的修正，才是决定生死的关键。一旦火箭变成可以回收的运力，那么整个商业逻辑就会发生变化，因为它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成本中心了，而是逐渐的变成了网络的入口。火箭负责把卫星送上去，卫星在轨道上形成网络，网络再形成长期稳定的订阅现金流。这个时候，火箭的角色不再是为了卖一次发射服务，而是为了支撑一个长期存在的基础网络。它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光纤电网或者是通信基站一样，只不过呢，这张网络是建设在天空的。好，接下来说到关键点了，为什么我说火箭产业不是一个普通的投资题材呢？火箭产业啊，它毕竟不是消费电子，它也不是互联网应用，它甚至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科技产业，它更接近于国家安全、通信基础、工业能力和长周期资本的叠加体。所以我们会看到政策开始配合，资本市场也开始单独设定规则，国企和民企现在同时下场。这并不是凑热闹，而是能力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。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看不到火星城市了，但是我们正在亲眼目睹的人类基础设施第一次大规模的离开地球。而所有的基础设施都不是浪漫的，都是被一寸一寸用钱和能力堆出来的。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，看完这期视频应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？我希望啊，你看完这期视频之后，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判断框架。当一个领域从能不能做变成必须具备，那它就会从科技叙事进入到资产配置的长期视野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